收看关键时刻，最近外媒都在形容赖总统是一个内外交迫的一个情况。他怎么说？你看到彭博说，台湾总统正在失去选择，因为他要对内部的纷争，一边还在跟华府不可预测的贸易当中艰难的航行。我们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直到今天民调出来了，大家眼睛都瞪直了，下巴都掉下来。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你看到赖总统的执政表现跟总统的信任度，竟然都跌破到了30%。其中，甚至台湾有半数的民众，他是不支持赖总统继续连任的。对于赖总统来说，除了大罢免有伤到之外，接下来更是关税。你刚刚彭博怎么形容？他说，川普喜欢赢家，他不喜欢一个选项用尽的人，甚至说，现在赖总统在剩余期间内沦为跛脚总统，就必须与在野党妥协。这一句话是一个警告，这句话是一个警示。所以是从这样一路看下来，这一些话、这一些事情、这一份民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真的是赖总统的危机时刻吗？对，没错。事实上，台湾的关税呢，可能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公布了。那好，公布之后呢，我跟他讲，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因为为什么？因为关税公布之后呢，我们官方就要跟这个所谓立法院要进行协商。立法院很多法规、很多条约进到立法院去之后，到底怎么样？所以这只是刚开始。赖总统的这个苦日子恐怕才是刚开始。才刚开始。对，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现在彭博都说。赖总统失去选择，一方面应对内部纷争，一方面跟华府不可预测的贸易战在艰难情形。他讲到川普喜欢赢家嘛，可是你现在你刚经历过败选嘛，那事实上对这个川普总统来说，他认为不喜欢跟你接触。那另外包括下个月823还有个罢免嘛，罢免假设又输的话，那你是连续输的话，你就必须要妥协。所以他现在外媒的立场都是几乎说，你可能赖清德你必须要妥协的啦。他必须要妥协。妥协什么？你可能跟蓝白要有一个沟通。好，那我们就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大环境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民调真的跌了。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民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吓人。为什么？你看这个满意度的这个表现，你看从3月55对，一路跌到现在34.6，这是执政的表现。对，出现了死亡交叉，从3、4、5、6、7这几个月居然就掉了这么多，而且是掉了大概20几个%。另外一个，你看他的信任度最高的时候在3月的时候还有56.7，现在跌到37.2，几乎都是跌到20%。对，赵尔，这是一个史诗级的崩跌，而且他现在呈现一个喇叭口开口往大。现在对赖清德总统来说，他怎么办？事实上，之前的小英总统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局面，但是呢，跌往低的时候，你要赶快让它止跌往上，否则呢，它会就类似股票，它有重力加速度，会自己这样往下跌，这个对他来讲压力会非常大。另外一个，你看另外一个指标，如果以他现在的执政能力来说，支不支持他竞选连任？你看，在这个比较浅绿的时候，去年11月还有46.9%的人支持他连任，现在跌到34.3%呢。那不支持的从37升到54，更多了55%。你看不支持连任的这么多，可以注定说你要这个再连任，真的压力会非常大。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我觉得事实上，当然了，你一连串的所谓施政上面来说，可能不尽如人意，导致出现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一路看起来，包括灾情，包括大罢免之外，现在是如同像你刚刚讲，最关键是什么？关税答案真的要出来了。当然，我们看事实上这几天我们在节目上讲的非常多嘛。你看日本的关税是15%，那韩国的最后关税也是15%，然后日本投资这个5500亿，那韩国来说话是投资3500亿的这个韩国直接投资，外加1000亿的 LNG， 他们都付出了大概3、4千亿台币，这个3、4千亿美金以上。赵尔，假设我问你，我们公布了假设不是15%，我们是25%，你觉得我们国内会怎么想？当然是直接不爽翻桌了。好，那我们做了那么多，对，那假设我们是15%，那我们要投资4000亿美金的话，那怎么办？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大家一定就是吵翻天嘛。所以跟你讲，实际上这都是有很大后面的这个政治风暴，其实才在后面。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行政院已经说了，台美关税已经达到一定的共识，要发出联合声明，所以可能是在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或是这个今天就会公布出来。好，那另外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放行水产品的相关的这个状况嘛，公布所谓的美国水产品的输入规定。我问你，这会不会造成这个很多民众的这个抗议？对不对？那你说好，美猪、美牛、水产品、农业这些东西，汽车，照我问你，哪一个不是一个炸弹？
那些一定你进口的这些人，那些人会不会跟你抗议？当然会啊农民会不会抗议？猪农会不会跟你抗议？猪农现在很多嘉义的猪农现在才被水淹，就又接到一个噩耗，说美猪要进来，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跟你拼啊！所有人跟你讲，事实上这才是难关的刚开始，所以才说现在你看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事实上你应该这个赖总统，我相信你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的话，这对你来说是一个炸弹。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看，连这个美国都说了嘛，他就说。这个他像柠檬一样挤压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他就好像他在形容台湾，对，现在美国跟台湾在谈关税，他说什么？台湾跟柠檬一样，现在川普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是，我们都要挤到说什么？你还剩一点点字的时候，是，我在炸，对，没错，我还要全部都让你开放，对，没错，全部都要。对，你看，事实上你看，美国想要获得进入台湾的一切的这个权利，这样一个状况嘛，哈，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们压力会很大？你看，在今天的时候，这个川普突然就丢出说，我要给印度课25%的这个关税，因为印度印度不乖，对，印度买了俄罗斯的油品，买了俄罗斯一大堆东西，所以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台湾的关税，我觉得可能会是下一波大家要留意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就讲，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赖清德总统的民意支持度掉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来给大家仔细来看一下，这里面来说，我觉得经济问题是个非常重要。对，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美丽岛，它其实每一次的国政都会做所谓经济的问题。你可以看经济的表现，你看现在满意度只有27.1%，对，然后负向的有66.6%，也就是说大家对经济的表现普遍不好嘛。好，那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你可以注意到这次大罢免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卢秀燕都一直讲什么？要拼经济，对，拼民生，对，然后你看这个国民党都一直说什么要发1万块。所以他们显然，他们已经意味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你看民进党的话，对这批反应都比较慢嘛。那尤其是一些民生议题的时候，你没有掌握，你没有抓住到那个重点。好，那尤其是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你认为目前经济状况好还是不好了？我们用这个区域别来看的话，这是好，这是不好。照我你仔细来看哦，事实上连我们过去的这个铁票区的云嘉南跟高屏，你看居然也有54%的人。还有61%的人认为经济表现的不好，这过50%的对，没错。好，那我们来仔细看这一次，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民调，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认为不好的比重最高在什么地方？在中彰投。对，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台中的这个罢免来说话会投的这么的糟糕？就是因为中彰投普遍认为经济是最不好的一个状况。另外，我们来看桃竹苗也有70%，这两个是几乎除了这个新北市之外是最，你看新北市。还有中彰投，还有这个桃竹苗，是不是这一次大罢免的几个重要区域？对，你都很多人70%人对你的经济不满意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赢？这个赢难度都很高嘛。另外，我们再来看年龄层，年龄层来说的话，你看最多对你不满意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年龄层，一个是在40到49，一个是50到59岁，这两个年龄层，照你有没有看出来什么端倪？这两个是经济的主要的承担经济的人，就像我年龄就落在这个区段里面，那这时候都是我要工作的人，他们会特别重视什么？经济怎么样啊？对不对？就你看这好，另外一个就是中彰投，中彰投其实我觉得非常具有指标性。因为中彰投来说，过去它其实是蓝绿比较不明显的地方。他们这些选民呢，大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中彰投有非常多的什么机械工业啦，一大堆工业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成经济的这个选民。尤其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是3月，还有这是7月，7月是最新嘛哈。我就跟大家讲，中彰投这个地方，大家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56.7，对，我们回到这个之前的这个不满意的时候是44.2，对不对？那你看满意当时，还有51.7哦，51哦，你仔细看51哦，到现在为止，照你知道掉到多少？27.3，对，这是它崩盘最大的区域之一嘛，从51.7掉到20，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桃竹苗从47.8，它掉到26，所以你看它掉的幅度就是一个雪崩式的掉，都掉了非常多。当然，它每一个区域几乎都掉，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地方来说是掉最多的这个2个大区域。另外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两个年龄段，你看这2个年龄段也是一样，你看从约莫60%掉到30%，60%到30%，对，然后49%掉到29%，所以人都知道，事实上这就变成是这些所谓的中间选民，或者说这些所谓的经济选民。对你相当的不满意嘛？所以大家并没有感受到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对，没错，你要抗中保台，但是对这些人来讲的话，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经济好啊，我都觉得我都快活不下去，或者说我觉得我经济有危机的时候，请问我要抗中保台还有什么用吗？我觉得这个议题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直被这个所谓经济牵着走。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从今年以来的话，其实整个轴线来说，跟所谓的这个经济跟这个抗中保台议题，其实我们来看。先从3月3号，台积电宣布要投资这个1650亿，当时就大家吵翻天。但是呢，因为3月13号赖总统有颁发赖17条，所以让他的民调，你看民调就往上冲嘛。赖17条的时候，民调就往上冲嘛。可为什么往上冲之后就一路往下掉？事实上，当时如果按照当时的民调，照我问你，如果今天赖总统的民调是57%或是更高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大罢免他会赢还是会输？当然是会赢啊，他赢啊，所以我跟着赖清德走准没错啊。所以当时的确，我认为当时的大罢免的确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因为民调有57%嘛。可是为什么后来就一路的往下回落了这个状况？我跟他讲，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重视经济选民的中立选民跑掉了。为什么？你看，第一个4月2号。关税一出来的时候，正好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的阁揆说什么？安心睡，对，放心睡，对。结果呢？睡了一个晚上，结果后来你股票断头，风云变色，股票断头。那这样，听说当时我们的这个赖总统还有打电话给我们财经的某财经圈的大佬，跟他说：“你要出来这个喊股市，喊救股市。”问题是赖总统，你应该亲自出来救股市嘛？没有啊。好，那结果那时候就股市暴跌，然后紧接下来5月初又发生什么事情？台币升值啊，台币升值，我就讲为什么中钢投那些人对你很不满？中钢投很多都是出口业者，他们赔了一大。你看这一次这个台币升值亏最多的，大家知道哪家公司吗？大立光，大立光它在什么地方？它就在台中，很多这个台中的业者苦哈哈，我要挺你，就我挺到我的钱都赔光，那我怎么办？所以呢，两个再来。偏偏你赖清德又讲了一个所谓杂质说，让这个蓝白抓到这个痛脚，可以打你嘛？那紧接着丹纳斯台风，对，然后1万块的这个现金，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就进入所谓的罢免投票。从3月、4月开始，你看民调就一路往下跌嘛。4月就经历过所谓的对等关税嘛，紧接着5月又开始这个所谓台币升值嘛。6、7月又开始你的杂质说啦，或者说1万块这个争议，让它一路往下掉嘛。所以来说，事实上你现在怎么止稳？当然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把眼前的对等关税的问题把它处理好。如果没有处理好，你还继续往下掉的话，你就几乎是可以宣判死刑的一个状况。所以来说，现在该怎么办？当然，第一个你要把南部的这个灾情把它救好。另外，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把这个目前为止全民都很关心，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赵总，你知道吗？因为关税不是你我的，不是蓝绿的问题，对，关税是所有人的问题，全国人的问题，全国台湾人的问题。对，这个其实是全台湾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那既然是全台湾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用更大的包容性，因为事实上有蓝有绿，大家都要接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甚至是半导体关税的影响，所以我才说嘛。现在其实是你要想办法，否则是以这么大的这个喇叭口开口的话，事实上你要看得出来。我刚才不是已经点出来吗？有几个区域、几个点都已经告诉你，其实人民比较在意的就是说经济，你要我也要抗中保台啊。问题要抗中保台的时候，你要给我的是我要一个这个可以赚钱或是可以活下去的这个抗中保台环境，自然我就会投票给民进党嘛。玉凤，现在美国对全球的关税有多重要？你看到？当川普直接说什么8月1号起，如果没有跟我谈成的话，我就要寄信过去，而且这个税率非常高。你看到在这1个月里面，日本积极的谈成了，欧盟积极的谈成，甚至在最后一天，韩国也谈成。这代表一件事情，大家都在8月1号无所不用其极，各出非常多的招数。能谈成什么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你谈关税，你第一个达到目标的人，你就 safe 了。你看日本开放了稻米，开放了汽车，什么都开放了，连5500亿也都开放了。而且5500亿砸下去的时候呢，谁要担心了？日本成功之后呢，谈完之后呢，韩国跟台湾就要担心了。为什么？因为东北亚我们3个就是互相的 rival， 我们就是互相竞争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日本谈定之后呢，韩国没办法了，韩国不管人家怎么样给你考税，你都得要把它谈好。好，重点来了，重点看到 Donald Trump 他在自己，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他家的社群媒体 Choose Media 玩到炉火纯青。以前我们要看白宫的网站，现在不用了。你看他的新闻，看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就好了。他告诉大家说，来，日本有5500，我们跟韩国也谈到了350个 billion， 就是3500亿。对，而且这次来讲更狂了，你知道吗？这3500亿的投资是谁给的？是南韩给的。然后呢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United States， 什么意思？
韩国拿钱出来，美国你当大哥，我拿3500亿350个 billion 给你用，对然后呢，谁 control 的，谁可以拥有这3500亿？美国就美国。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以前在 Manga 的保护费。就是保护费，保护费啊，哪有那种我帮你弄个主权基金，然后呢你 control 你，然后你来决定的，后面哦更直接是不演的。然后呢，最后你要投资什么 ？Selected by myself as president， 我来决定。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美国现在川普总统有一个空白支票，这空白支票上面就写了3500亿。我要怎么用我就自己用，让我用。我要投哪里就投哪里。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帅了 ，by myself。然后除了这3500亿之外呢，还要什么100个 billion，1000亿要干嘛？买 LNG 就是什么液化天然气。这些东西都弄下去之后呢，就告诉你说你好棒棒，你给钱了，给资源，然后你要买这些飞机之后呢，你就是一个 great success of their countries。我们谈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协议。可是你想看，南韩谈完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我们台湾要怎么谈？日本给了多少？5500亿。对，韩国给了3500亿。你知道吗？他们的关税是怎么起伏的？日本是从24%到25%，再往下到15%。所以15%就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标准值，你不能够低于15%，对，但是你也不能高于15%。如果南韩谈出来的关税高于日本的15%，那不用玩了。对，因为大家的东西都一样，大家出的工具机，大家出的晶片都一样的。韩国如果发现你日本15%，我如果16、17%，韩国人会气炸了。然后日币又贬值，对，所以呢，韩国根本没有选择。所以呢，这一次来讲的话，你看大家大臣，然后跟这个部长笑得非常的开心，但其实这是一个艰困的一个谈判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真的觉得韩国是怎么谈成这个的吗？真的就只有包括居润哲是他们的经济的副总理，然后呢产业部的长官，然后吕汉九是通商谈判的本部长。你看到牌面上都是这些官员，然后呢跟他们的部长来谈判。其实这个案子来看的话，你最重要的要看的是谁？这下面这3个人。这3个人才是谈判里面的3本柱。对，你知道韩国要来开放，我告诉你。对美国的总统来讲的话，根本不用看你们的官员，你们的官员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呢？在这个谈判里面的话，你要看的是谁买单。3500亿跟1000亿，说这个3本柱是3个财阀，川普直接找你就好了。这3个人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金主。这3个人就是来买单的。你的3500亿，还有呢，你要做造船的，全部都是由财阀。你知道这是谁吗？你知道韩华集团，它是在那边。韩国第6大的一个财阀，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啊，你副会长好像带个副手去。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副会长的爸爸就是韩华的会长，然后呢，他的阿公就是韩华集团的创办人，所以代表什么意思？韩华集团我们家的，对，所以呢，我虽然是副会长，但是我去就可以来搞定这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次来讲的话，有一个这个什么 shipbuild， 就是说我要让美国更再次伟大。而这一次来讲的话，韩华他们主要的实力是做什么？做造船。所以这是川普最需要的。没错，川普想要说我要做造船，然后呢，你要怎么办？我自己做吗？不用。我自己做好辛苦哦，美国人真的有办法做制造业吗？我们需要人家帮手，谁帮手？你韩华来帮忙，你把钱给砸进去，然后呢，我们来做大造船，然后呢，这些让我们美国的工人就有工作啊。如果成功的话，就是我的好棒棒；如果失败做不起来的话，谁的问题？你韩华要来背单。另外来讲，李在镕是三星 Samsung， 韩国人根本离不开 Samsung， 而李在镕为什么这一次愿意出来买单呢？你要知道，他跟之前朴槿惠的案子里面，他不只是被判有罪，他还继续关，最后假释，然后最后特赦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国家需要你的晶片，所以呢，你这一次的话就要为国家挺身而出。你想想看，戴罪立功，对三星来讲，他能拒绝吗？所以美国除了台积电之外，Samsung 的晶片他也要。对，再来现代汽车的会长，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3大的汽车产业了。在这一次来讲的话，汽车的关税，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台湾，其实都是重中之重。对这个川普他的中西部的选民来讲的话，汽车一定要拿下来。所以川普告诉大家说，现代汽车Hyundai是一个伟大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他决定要怎么样？路易斯安那里面的话，要过来投资新的钢铁厂。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谁去谈？官员去谈。但是呢，钱的部分谁来买单？
就是这些财阀，所以呢，他们才有办法在8月1号之前把这个关税给谈下来。好，而且玉凤，你刚刚看到这几篇的新闻都是什么？都是韩国的媒体报道，等于是什么？我今天韩国的代表，还有我韩国的企业，我边谈的时候，我边放讯息出来，这代表什么？它要让全国韩国人民都知道你政府现在在搞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四克龙哥讲的，你不管蓝绿白。关税就是你跟我大家都没有办法逃过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说啊那个企业家啊，那中章头那些隐形富豪，如果你出口倒了，然后你贬台币升值，你会怎样？我告诉你，韩国更严重，因为韩国他们所有的人他是离不开这些财阀的，对，所以呢，你一定要让韩国的国民知道说未来关税会落在哪里，你至少心里要有个底。简单来讲，你至少你股市不要波动太大，当你知道你在谈关税，然后呢，李在镕去了，韩华的副会长去了，现代的会长去了之后呢，你大概心里看这点，就知道政府是在做什么事情，对，你才知道说我们如果从25%可以降到15%，我们要付出什么，而我们未来要承担的这些什么责任，至少你要让数字慢慢的成型，这叫什么？这叫预期管理。如果你今天告诉大家说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砰的一声25%。你说韩国人民怎么接受？翻桌了。我告诉你，你翻桌也没有用。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他就是在做一个恐吓的一个平衡。如果你今天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谈下去的时候呢，你对你的国民，对韩国的国民，或者是说我们要谈，我们现在正在谈的话，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到底谈到了些什么。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要付出什么？对，因为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都是我们全民买单。所以呢，你看日本谈成了，韩国谈成了，我们一定要让台湾的人民也知道说，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因为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发现是现在这个美国的关税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压力非常大。你看日本的石破茂，它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一定要开放美国市场进来的压力？光是一个所谓的稻米的事情，已经在日本引发了轩然的大波。你看到最后一刻，韩国李在明他动用了这种所谓的财阀，甚至他们的官员，最后一刻终于达成协议，而现在就换到我们台湾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现在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说压力非常大，而现在这个时刻真的是所谓总统的一个危机时刻吗？当然没有错，因为现在台湾是内外交逼啊。当然，内部来讲，我们有风灾、水灾，还有相关的这个社会案件了。但是外在来讲，其实那个对台湾整个未来国运才是更加重要。对，因为它涉及到台湾长远以来这个，比如说包含在美国供应链底下，或者是说整个产业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企业能够活得下去，台湾老百姓才有工作机会啊。有工作机会之后，大家有薪水可以拿的时候，才能够消费啊。所以这个对整个台湾的经济状况非常的这个影响非常巨大。所以现在赖总统来讲，你看到韩国来讲哦，李在明哦，他现在当选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要洗刷他本身来讲亲中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哦。对，那他下个月啊，他准备就要到华府去，到白宫去跟川普见面了。啊，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安定韩国的民心啊，说我今天有管道的，我今天是可以跟川普在对话的。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即便我韩国拿到的是15%，他从25%谈到15%，对不对？说不定啊，川普开心的情况之下，又可以给他更少的这样的一个关税，不一定。但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至少他在表演一个事情，就是说我韩国的总统有努力，我这时候我尽力的去跟川普来谈这件事情。对，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种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就赖清德政府当中，郑丽君的副院长来去跑来跑去而已。我们只知道说，这个行程来讲的话，是有到美国去谈，有正在谈，但是人家韩国展现出来就是我带着大企业，我这个三星，然后跟着我一起去挺政府。那你的政府的团队跟商界的团队在哪里？石破茂也是啊，你看到那些所谓的软银或是相关的像这个所谓的汽车产业的这些，基本上他们也都挺日本政府要跟美国来谈啊。那我们呢？你有没有在这段期间内，针对我们的这些产业来进行说明或者是说要求我们产业来进行相关的配合？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了就是说，当然现在在处理风灾嘛，大家都很忙，对不对？对。然后处理大罢免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些产业你怎么去跟他沟通？跟这些产业的老板们，然后还有这些员工们，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转型或怎么之类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去想说以前来讲的话，政府很简单就补贴下去，如果这个产业受到灾害，我就拿一笔钱出来再补贴。不好意思哦，这个补贴政策是美国川普最讨厌的。他就不要你政府去干手，去涉入到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想办法，要让这些产业能够做转型。那你如果真正一刀砍下来的时候，所有产业受到影响的话，接下来百工失业呢，到时候怎么办呢？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也没有在危言耸听。但是重点是说，这个关税对台湾的所有的产业都会造成非常严重影响。所以你现在的谈判等于是说要透明化这些事情，甚至你要在关税前面先跟这些相关的业者先有聊过，大家心里是有一个底。你看到南韩这个地方，他们今天做了什么，带了哪一个企业家去，这我们都知道。他可能要谈什么东西，我们心里都会有个底。但现在什么？我们全部人都懵的，不知道在搞什么的。对，因为你所有产业会受到影响，这些产业事实上政府都应该要开始有一些动作了，有一些做法。你目的是说大家都感觉到政府的存在，感觉到说，你这个赖政府或是卓内阁，你有一套方法。你这套方法来讲的话，至少可以减缓冲击。那不要说日本、韩国，你看到欧盟、加拿大很多国家，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大海啸、关税大海啸的情况之下，你要有所作为啊！你要去避难，你要去做所谓的备案方案或者是备援方案等等之类，你要整体的要展现给国人知道。所以现在来讲啊，重建这个所谓的国人的信心很重要。现在赖政府没有做的话，突然间。如果真的诚如世聪所讲的，关税这样一打下来，如果不是预期的15%，而是假设如果是25%呢，怎么办呢？到时候整个民意的反弹来讲的话，那不是只有立法院、国会的问题而已哦，是整体的台湾的所有产业基本上都会反弹的。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今天的民调出来之后，大家都吓呆了，因为原本有50%多，就直接暴跌到了34%，甚至37.2%。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调查，他们在指的是什么？这次大罢免的结果对赖总统和民进党算是成功或者是失败？你看到失败占了69.7%，成功10.3%，一半一半3.4%。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忘了昨天赖总统在中常会怎么讲？他说823，我们继续跟公民同行，今天不管了。继续杀下去的是赵和，还记不记得在第一时间点，赖总统在他脸书上对于这一次大罢免就是24.0哦，几乎就是都没有罢掉。他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他就说今天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另外一方的失败哦。罢免方跟反罢方都是人民在宪法制度下所拥有的正当权利。可是赵和，你看民意是什么？69.7%认为这就是你的失败啊！对，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是党意，就是赖清德是党主席的党意跟民意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差。那是那一个第一天他的反应，就后来那个曹先生不是说啊我就丢包了嘛，就说啊我不做啦，然后你们民进党自己拿去啊。那曹先生这几天其实还很多情绪性的发言，甚至今天最后一集也不是讲就最后一集，就是又有讲了一个说又有讲新的，他又讲了一个说哦，当初是你们民进党什么一方面2阶段之后，当初是你们民进党一方面这个请我继续，然后呢，但是你们又不听我的谏言。所以昨天中常会在会内的时候呢，就是赖清德直接就讲，他就讲到了什么下军令状，党公职全部立体嘛，这7区啊可以说是把它当成最后一役在做。但是除了他之外，其他人不一定是这样想法啦。你看像王世坚就他昨天拿一个卫生纸来啊，卫生纸来，然后他说我一定要跟赖主席讲啊，不要823继续干啊。对啊，然后炮打柯建铭嘛，意思就是说啊，那个好像他要处理善后，把这整件事情烂摊子处理完嘛。但是我跟你讲，下达军令状之后，马上现在的王一川就跳出来，王一川就直接讲啊，他就说主席已经下令了，全党公职啊，中央部会啊，地方党部全部都要投入，你不投入就不是党公职，就这么简单，你不投入就滚啦，啰里啰嗦的。那大家心想说现在怎么样？现在是整个内讧了吗？但大家其实要注意一件事情，王一川本身他是不分区，所以不分区本来就是要执行党意，所以其实王一川讲的这个话是可以理解的。但王世坚，他是好像11万票还是10万票，他是区域的，他是区域的，他是自己出来选的呢。他后面是有民意的，而且是很高的一个民意的。所以呢，你知道吗？王世坚后面代表的是他的一个民意。王一川后面代表的是一个党意，
所以呢，现在就是两股势力，民意跟党意在民进党内部两个就是火车对撞嘛。那我是觉得民意跟党意火车对撞。对，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民进党的民意一定都是说好像大罢免不应该继续。我的意思是说，像王世坚他至少他是民进党党员，然后代表民进党的立委，而且他是10万票还是11万票高票当选的，所以王世坚今天他讲出来的这个话，确实是代表的部分支持他的民意的一个看法。像我们来看这一张嘛，左边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就是上面是赖清德的他的一个整体满意度，但是他的时间点是6月底的一个调查，然后下面是民进党的满意度是6月底的调查，右边的这个部分是最新的7月30号今天新出炉的一个调查，下面是对民进党的调查。你可以发现，我们用红框框圈出来是什么？就是云嘉南的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最新的民调，云嘉南不满意度，都逼近50%呢？云嘉南，你看49.8%对赖清德不满意，高屏的部分48.8%对赖清德不满意。那你对比前一个月不满意的都只有41%左右而已哦，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会这个有呈现这么一个大的不满意度？刚刚是讲不满意，你看满意的部分呢？你看左边这个6月的时候，在高屏的部分，高屏的满意高达53.2%，过半数的是满意哦。结果你现在看到高屏的部分竟然已经跌破50%，即便只有46%的人，高屏就高雄跟屏东人对赖清德是满意，这是他的本命区这是整个我们都之前讲到是我们最深绿的一个地区，现在对深绿的这个地区，对于赖清德的不满意竟然逼近50%。再往下面看是对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看台北市跟西本市。你看左边的这个部分，就6月底的上个月的一个国政调查，台北市对于赖清德的整体表现满意高达55.8%。哇塞，兆和，我们都以为台北市感觉是天龙国，好像是比较青蓝的，没有台北市在上个月对于赖清德的满意度还高达55.8%，新北市是比较偏蓝，是46.4%，马其北派哦。那不满意度，台北市不满意度是38.9%，连40%都不到。就你看7月最新的，天哪，台北市整个崩盘，台北市对赖清德的满意度竟然只有33.2%，不满意度飙到57.2%。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大罢免主要的一个整个大罢免的核心的一个风暴区在哪里？台北，就在台北跟新北。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大罢免这件事情对于市民来讲，我觉得大家会比较不认同的比较高，而且把这种不认同感直接就反映在对于赖清德的一个支持度上。所以这两个对比，北部是大罢免的热区。然后本来支持度是超过50%的，现在也没有。南部这边原本也是对你他是那个没有大罢免的，但是因为你救灾不利，所以政治土石流。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来看到救灾不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来看刚刚卓荣泰的他的那一个时间就是视察的。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你看我们是7月6号、7号左右台风嘛，台风天。好，8号那第一天当然一定要去视察嘉义各个地方的状况。10号就没事了，11号有去视察，稍微查一查。然后呢，12、13、14就都没事了。15号其实主要的也都不是这些。我跟你讲，那我刚刚又提到，在下一个礼拜7月17号、7月22号，它都有公开行程，但是都跟勘灾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结果726那个罢免失败之后，729、730、731连续3天，全部都是去视察所谓的灾区。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南部的那个选民或南部的那个受访的民众会对于民进党这一个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感。所以他会一直说你都没有关心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在。对，就会出现一个你没有关心我这样的氛围在。或者你刚好特别提到反送中那个时候，让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从谷底直接爬起来。现在这个香港是中国，但对于我们赖总统来说，只要把灾情处理好，把关税处理好，
你知道，其实从民调上可以看出一个东西，如果在那个7月6号，也就是丹尼斯台风一开始的时间点，你就像现在7月29号、30号，马上成立一个相关的救灾小组，然后马上去，甚至连汉光演习，你就说，我们一部分的量呢就转去来进行救灾的话，我跟你讲，南部的那一个民调的支持就不会呈现在一个雪崩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本来这一题应该是加分题的，结果你加分题竟然活生生没有处理好，变成扣分题。那这个扣分题的问题之处在哪里？我觉得某一部分是整个卓荣泰的这个反应没有及时，所以导致好像一边咧不大罢免咱这边跟他没有在处理，所以就会变成是你该防守的地方，你该加分的地方你没有加分。那你现在看加分题完全没有减，然后现在变成扣分了。对，然后你现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赖总统就是现在你看连续2、3天的发文，从大罢免之后，你知道吗？他2天前他发一个什么文？同岛一心，让民众安心，灾情降在最低。然后呢，昨天发什么文？人民的每一个牺牲都是执政党的责任。然后现在又发什么？于江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成立。他现在就变成总统自己跳下来，好像来当行政院长的情况，你知道吗？所以就代表着这个行政院的之前的一个绩效没有让人民感受到，所以赖总统自己亲上火线，然后来救灾，然后来企图把这个本来加分题不要演变成扣分题的，让它止血，不要再继续流血下去。正方，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我们的政府面对于2个最大问题，第一个是民生经济，第二是什么？就是国际上面，包括什么？跟你的关税是有关。但千万不要忘了，从今年开始就非常非常怪异。今年是我们台湾司法最不让人家信任的一年，包括蓝，包括绿，包括白，只要每个人被办，每个人都喊司法不公，这个是会出大事情的。没有错，这个赖总统他在这个司法上面从我们目前看起来，他对于司法方面的表态并没有很强烈的说，我赖总统我不干预司法。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并没有这样的宣示所以其实你可以可以发现说，我们全民包括蓝绿白对于赖总统司法方面的不信任，其实其来有自。包括从最近的什么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你也可以发现，其实这个赖总统在提名这个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时候呢，他有一点专擅。什么叫专擅呢？你今天这个提名蔡秋明当这个大法官并任司法院长，兼任司法院长的意思。好，那你要提名他的时候，你应该去了解他的背景。对，他是谁？他是法务部长郑明谦的同学。他们俩是同学。他们2个是同学，而郑明谦呢，让他去当什么高检主任，让他当高检主任。郑明谦推荐他去当司法院长，抱歉，郑明谦推荐他去当大法官。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赖总统提名蔡秋明去当司法院长的时候，某种程度就是让郑明谦提名的人去当司法院长。对，那你就会被人家质疑说，以前不是说审检分立吗？那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司法院长居然用法务部提名的人？这不是很怪吗？没有错，我也觉得很怪。审检分立现在变什么？都是自己人，都变自己人，因此你就被人家质疑嘛。因此，目前很多声音、很多杂音出来，就是说，其实你在人事的推荐上面会有非常大的瑕疵。坦白讲是要瑕疵啊。包括去年他第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时候，他的这个司法院长、副院长被提名人，他提名谁？有没有印象？他提名姚立明啊。姚立明当时并不是，据我了解，他并不是大法官审检小组提名的10名黄金名单中的其中一位，所以我跟你讲，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到底是怎么，赖总统当时到底怎么提名这些大法官，包括这一次赖总统怎么提名这些大法官也没有人知道，甚至我听到就是说，连这个审检小组的召集人，审检小组召集人是谁？就是副总统萧美琴啊我刚听到一个消息是，连萧美琴都是这个赖总统要公布我今天要提名谁出任大法官的当天才拿到一个稿子，让他干嘛？让他出去记者会照着念。真的假的？连召集人所以他事前他都不知道，他都没有参与这个决策核心只是出去念稿的。念稿，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压抑，而且这个消息相当权威，所以我觉得这个赖总统他对于司法人士的专擅已经到了一个大家已经无法理解的程度啊，甚至已经外人无法去
观测说你到底怎么去无法去预测你怎么提名这些人的一些基准，对，因此我认为哈，因为那个修法了，国会已经修法修了说2个月内还要再提名了哈，再提名大法官，所以呢，接下来这个赖总统如果还要再提名7个人。去出任大法官，知请国会同意的时候呢，我认为如果他再不改他的专善性格，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因此，现在我自己是希望哦，他应该要赶快找在野党开会，然后去寻求说，这个国民党你们推荐的人选，民众党你们推荐的人选，然后我们一起开会来讨论我们的宪政制度，我们的宪法法庭如何可以运作下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